道教神话中的神仙众多，地位有高有低，有的大家熟悉，有的大家不熟悉，甚至有很多神仙地位知名度都比较低，好像就是打酱油的角色，只有职称，连名字都没有。不过存在即合理，再怎么没名气的神仙也是各司其职。大家好，我是风水小道士，是一个立志成为像菩提老祖一样，对于儒道禅都能参透的道士。频道内是讲述阴间地狱、天道神仙、福道菩萨等相关内容的。如果你对此类内容感兴趣，还请按赞关注我。本着神道主义关怀，之前说了日游神和夜游神这对组合，今天再说两位没有什么名气神仙组合天龙和的雅。听起来好像是某部武侠小说中的人物，顾名思义，就是一个聋子，一个哑巴，是道教神话体系中的两位小神仙。难道神仙也有身体缺陷的残疾仙？道教神话中的天龙、地雅是什么神仙？说到天龙和地雅，就不得不说另一位古代比较知名的神仙文昌帝君。天龙的雅就是文昌帝君的部下，形象为两个童子，一个持文人陆运宝册，一个持文昌大印。天龙地雅常伴文昌帝君左右，职位就算是文昌帝君的助手。文昌帝君是掌管文人功名利禄的神仙，在古代科举制度制定以来，文昌帝君被视为科举之神，地位非同一般，就如同我们现代常说的考神，保佑考试顺利。有人可能要问了，文昌帝君主管文运，那么文曲星是干嘛的？文曲星君也是道教神话中跟文学、文艺相关的神仙，古代很多著名的文人都号称是文曲星下凡，但文曲星代表是文学成就，有文化不一定代表有功名。此外，还有一位跟考试相关的神仙，叫做魁斗星君。所谓夺魁，就是考第一。文昌帝君、文曲星君和魁斗星君都算是跟考试有关的神仙，但文昌帝君管的范围更广一点。他们原型都是天上的星宿，文曲和魁斗都是一颗星，而文昌为6颗星总称。再说回文昌帝君，那么在文昌帝君身边，为什么要安排天龙的雅两位残疾仙呢？难道天庭也有残疾人在就业指标？当然不是，天龙的雅在文昌帝君身边，其实是有2种特殊的含义。一是文昌帝君掌管科举功名，影响人的命运，所以保密工作很重要。天龙的雅听不见，说不出，不会泄露天机，象征着科举制度的公平性。另一个寓意就比较深刻了，监胡8集记载，天龙、地雅，盖帝君不育人之聪明忌用，故假龙雅以寓意。什么意思呢？天龙、地雅，能知者不能言，能言者不能知。有时候人过于聪明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知道的太多，说的太多，并非是好事。所谓难得糊涂，知道什么时候装聋作哑，也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智慧。别看天龙地雅是2位残疾神仙，来头可不小，其原型就是天帝的人格化形象。天帝养育世间万物，功劳卓越，但却既聋又哑，默然无声，从不居功，不求任何回报。天龙地雅即是天帝的性格，是天帝本身的人格化形象。当然了，文昌帝君身边的天龙地雅已经不能代表天帝了，但作为神仙的意义也是十分深刻的。文昌帝君代表着文人的智慧，天龙的雅比喻愚笨，合在一起就是我们常说的大智若愚。道教每个神仙都有存在的意义，也是古代神仙文化的深刻内涵。还有一位残疾神仙，就是八仙之首铁拐李，他的形象跟普通民间的一些瘸子的形象并没有相差太多。铁拐李手里经常会拿着一根拐杖，他的皮肤是黝黑的，胡须是杂乱无章的，而且时常都是蓬头垢面的模样。综合来看，铁拐李的形象与人们心中神仙的形象是完全不匹配的。其实，铁拐李在成为神仙之前，也是一位英俊潇洒、一表人才的美男子。据说，铁拐李在小的时候就特别聪明，记忆力比一般的人都要强，可以达到过目不忘的程度。因为家境就比较贫寒，所以铁拐李在很小的时候就辍学，开始去赚钱了。于是，他的家人把他送去了一位铁匠人的家中，希望他能够学一门技术来养活自己。在铁匠师傅的精心教导之下，铁拐李很快的就掌握了打匠的技巧，也因此养活了一家子。后来的铁拐李虽然相貌奇特怪人，但是他也是云游四海，一直为人们驱灾除难，
人们也经常看到那个背着一个酒葫芦、拄着拐杖、戴着金箍的怪异仙人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，喜欢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